当时没有食品许可证，当时食品许可证过来检查，他就说，哎，这里不行。Hello，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训练时长1年的 FA 练习生，我是阿文。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开蛋糕店的淑萍姐姐。问一下淑萍，就是咱们这个店现在有哪些品类，有哪些产品的分类？然后你观察到他们的销量情况是怎样的？未来的话有什么规划吗？在这个上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蛋糕店哦，就很多会点蛋糕多一点，就点饮品的少一点。对，像做比如喜茶奈雪啊，他就会点饮品的多一点，就是他有蛋糕，别人都会很少去点他的蛋糕。对，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你很难做到全部都能够做到很好平均的，因为就是你会有一个特别的着重点，对，就是别人会认定给你个标签啊，就是这个是蛋糕的，然后他就找蛋糕就找你，但是他会没有想到就是说喝的会找你，可能是除非你这喝的特别特别，就只有你家的门店有，别的门店没有，他会想去找你。就是你们这个行业大概毛利率有多少？看你就是消耗成本的大不大，就有些人能很好的控制在50%、50%或者60%。福西饼能做到这种？对，就是你控制很好的情况之下，就是要不然的话就很容易造成一些损耗，比如压货或者是一些比如材料的耗损，就可能试验这对，或者是会出现就可能刚好就是研发这个品种啊，它不合适，可能那些材料就会浪费掉。就是你这个门店的话，覆盖范围到底有多广呢？就是比如说你会送到多远的订单呢？其实只要跑腿师傅能送到的地方都可以。对，因为像深圳的话还算比较便利吧，因为有跑腿第三方，所以它可以覆盖范围可以广一点。就像只要是公交车、地铁能送的地方，基本上都能送，但是就不能够跨区域送，比如说不能从深圳送到惠州啊，那这样太远了。但我们也送过，哇，真的有顾客他真的说啊，他说你能帮我送过来惠州吗？然后我说其实我本来担心就是说怕送过去会坏掉，但是后面呢就帮他打车送过去了。打车的话就感觉比这个成本都打车就材料成本都高了，差不多150块钱。哇！但是就顾客他也可以出的话，承担的话就可以，对，就是叫车直接送到他那边嘛。对啊，我们送过2个蛋糕，好像都是2-3层，好像就是挺。祝寿蛋糕，然后庆祝那个寿的，然后之前他是在深圳住的嘛，然后但是他可能妈妈在惠州，他就想在我这里订蛋糕送过去，所以是你的老顾客、回头客，很认可你，对，只选择你，对，所以我们也第一次那时候去惠州那边，对，但是说太远了，4-5个小时的我就不敢答应他了，对，因为太远了我就更怕坏，对。毕竟是出于品质的考虑，对，我就觉得出于品质考虑，就如果是2个小时的我都能控制好，它不会化。对，所以说是你这个店现在是在龙岗嘛？哪怕是在宝安、在南山、在福田的比较远的地方也可以送到，只要是深圳市内。对，所以我的顾客有些也有在宝安的，也有在福田，也有在南山，所以都还算是在深圳还算是比较便利吧。基本上就是说不会说因为地区的远而吃不到我家的甜品或者蛋糕。它辐射的范围确实挺广的，因为我们本来想说可能只覆盖整这个龙岗区这附近的几个小区。对，因为就是现在其实在深圳来说就是比较大城市嘛，其实它真的是还算便利的，像很多小城市真的没有说跑腿师傅很多，或者是第三方平台很多就给你配送。所以在深圳还是比较便利。刚才说这个配送的地区占比，像附近的多还是远处的多？这个比例大概是怎样的？其实一半一半，我们的订单就是这附近的一半，然后在外面的再一半。对。说到跑腿的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跑腿费的话是你们的成本之一吗？我们在商城里面它会自动出来跑腿费。就是可以比如说你根据你买的数量价格多的话，可能在运费上会有便宜啊，甚至高过运费的话就可能会包邮。
对，就是像有些公司他会一下子买个600-700-800块钱，1000块钱，对，在1000块钱基本在深圳基本都包邮了，对。就是这种跑腿是你们的合作方，还是说有一个品牌就是有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平台，就是会跟他就是去合作嘛，对，他们也会就是有几家这样子选择，他们不一定只选择做接你们的单，是这样子吗？对，他可能一路上顺带跑几家，也有可能是这样，但很多都不会说是跑很多订单，因为毕竟要准时送到嘛，对啊，就它和美团、饿了么还是有点差异的，不太一样。对，美团、饿了么它是真的是接太多订单了，对，除非你说送附近的可以这样子送，但是你说送太远的，然后一般都专送，对。哎，那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假如说送的途中你们的蛋糕，比如说因为运输的原因倒了，或者说其他的，这部分的费用是谁来负责？一般第三方平台，对，就是因为你加个那个保险费，就是说，比如说这个价值400块，然后如果他送坏了，就是赔400块，就有个保费在那里。就是我们现在会做一些有零卡的蛋糕吗？未来会不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呢？对，我也之前有想过，就是说要全部都换成零卡糖，对，但是呢，小孩子呢，他还是喜欢有糖的多一点，是的，对，然后零卡糖一般都是在年纪比较大，甚至是送给父母或者是老年人的时候，他比较在乎这一点。就是我可以说，就是也可以选择零卡糖，就是说对于一些糖尿病啊，或者对于一些特定的人群，对，需要糖不要糖的，对这种人群，他就建议他零卡糖。是的。我记得你之前跟我分享过，说你们用蛋糕的材料原材料奶油这一块，你们是有一些用心，你可以介绍一下吗？就是我们经常会去研发一些，就是我们感觉比较特别的，就是要跟大众会不一样的，别人才会认可我们，才会记得住，因为这口味而记得住我们。所以我们是经常会去想着去就是研发一些特别的一些口感，或者研发一些就是别人能记得住我们的一些口味，就是进行一些微创新。对，比如说您可以举2个小例子吗？比如说像我们自己觉得就是比如伯爵红糖奶冻波波夹心然后还有就是像奶茶口感的蛋糕或者是像一些比如说橙子口味的一些蛋糕，确实，对，就是我们根据当季节性的，然后出一些我们觉得就是好吃，然后又是当季的一些产品，保持食材的新鲜。对，就是我想问一下姐姐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创新，您是怎么想出来的？就是突然灵感就来了吗？还是说您会定期的去做一些新品的研发之类的？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研发团队，然后研发团队他们会就是进行研发，然后就是再根据创新，就是根据别人的有一些看多一点别人的，然后再根据我们自身的，然后来去研发新的。对，就通过别人的创造自己的一个新的一个创意，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我是真的第一次知道说，就是做一个蛋糕店还需要投入很多的研发的这个产品这个方面的，就是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对，因为像很多其实因为甜品嘛，其实它真的很广泛，就是样式也很多。对，真的，然后就想做好的话，就特别一点的话，就是很多时候就是需要你有用心一点去想怎么去让顾客就是能够就是主动去跟朋友去分享，哎，这家店的宝藏店家就是他的东西就别的没有，然后只有他们家有。对，就想要有这种好评的自传播。姐姐想问一下，就是你的第一批客户是怎么来的呢？第一批客户好像我比较幸运的，当时我去做那个工作室的时候，其实我是转让别人的，然后他已经有200多个客户了，就是他积累了，
然后呢他就不做了，然后他就把那客户全部给我了。所以我就一做的时候就发现有一批初始客户是他在创业初期的时候累积了2-3个月累积的客户，然后就把那些客户全部给我，而且我做的东西会比他更好吃，因为他当时做的时候他是有加水进去的，比如蛋糕胚他不放牛奶，他放水，他说口感是一样的，然后我吃了之后我觉得好干啊，就是我自己都不能接受，就是后面我就还是用了牛奶，就没有用水，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做的会比他的就更好吃一点，所以后面就他的顾客觉得就是一样是用就动物奶油，然后一样就是也是好吃，所以他客户群里就自然而然就会就是信任下来，就会跟我订，那他也不做了。对。就是听您刚才的分享，就是你们现在的获客渠道一般都是通过客户之间口口相传啊之类的，然后或许你们现在还有没有其他的获客方式呢？就比如说小红书呀、营销啊之类的。小红书也有，抖音我们也有，然后包括还有朋友圈，还有再加上就是我们现在最想获客的是像抖音直播，就像抖音直播带货，对，就直接是出镜直接抖音直播带货。那你们现在有在做吗？团队有搭建好，就是说我们有在学习这一块，就抖音直播，然后想看看是在5·1左右，大概就是来个爆发点，就是母亲节的一个营销节点吧。我一把子期待住了。到时候关注。还有一个问题啊，姐姐，就是您刚才有说到抖音直播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很好奇，就是对于甜品来说，抖音直播它制胜的点是什么呢？因为我有看过抖音的直播我没有看过啊，但是淘宝的直播我感觉都是在那里说同一样产品还有什么好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这样其实没有能差异化，就是没有能吸引到我的点。那你觉得抖音直播卖甜品这个事儿，它最重要的是你要做到什么呢才能获客呢？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先让别人就是先认识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可能价格会在比平常的时候会不一样，就是说会出个套餐价，然后会出一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种类比较多嘛，像我们有小吃，有意面，有甜品，有蛋糕，对，就是它组合搭配的东西挺多的，然后再加上很多时候都可以玩一些，就是说就是我们会出一点，我想出一点就像小盲盒一样，就是那种对，然后有一点就是互动性的，对一些东西。所以总结起来就是组合，然后相对的低价，然后再加上一些好玩的东西。对，我觉得这样确实可以吸引到年轻的群体。对，就是要跟年轻群体有点互动。对。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大众点评或者是在美团上面有什么团购之类的，因为我之前有看到有很多的店它其实都是有这种模式的。对，之前我们 DIY 就没有算团购，我们堂食的一些比如说小吃还有饮品就有算团购，还有一些套餐，就是比如说茶歇套餐。还有就是比如说我知道有很多商家他们其实是在大众点评上面的打折是源于他们要给予好评的这种，那你们会有这种方式吗？我们还没有没有这样的打折说力度非常大在大众点评那里。对，基本上都是他们主动跟我们来预约，就是这附近的人。对，然后因为这附近也是基本上也是没有那种 DIY 的场所，就可以给他们做的，然后他们在这里体验完了，他们觉得比在家里方便多了家里体验完了还有一堆东西要洗，然后这里体验完了还不用洗，他说对，而且带小朋友过来就是人多嘛，如果在家里其实不太方便，但是说在这里他们就觉得公共场所就好一点嘛。对，东西也齐全。对。
我倒是觉得，就是其实据我了解哈，布吉这边应该是住宅区嘛，对。然后其实有很多小孩子，其实姐姐你可以尝试着搞那种，就是接那种什么幼儿园培训什么的那种，应该也有很多。我有这样打算，就是说是注重小孩子的一个 DIY 的一个乐趣呢，还是注重大人的乐趣？我也在考虑，就是说我是给小孩子去做一个课程，还是给大人去做个课程？对。就是我想做一个 DIY 的一个课程，对，对，然后看看这里的受众群体是小孩子比较喜欢，还是大人比较喜欢些，这也是我们想考量的一个市场。对。之前购买过你产品的客户会不会给你一些反馈啊？包括给你一些建议啊，或者说他喜欢什么口味的一些点子，有没有给你过一些启发什么的？有，经常会有顾客把他想吃的东西发给我，他说：“哎呀，视频你会不会做这个？”他说：“哎，看起来就好好吃啊。”他说：“你研发一下。”经常有顾客就发给我一些新口味，或者是他想吃的口味，然后发给我，让我好好研发一下。然后我们就想着，这东西真的那么好吃吗？就会想着去做一下，试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好好吃。他们也给了你很多灵感。对，有些吃货，他会。就想吃嘛，想吃什么他就发给我。对。姐姐想问一下，就是您会做您自己的社群吗？有啊，因为客户群在这附近的，就是想把它组建起来。就是有时候你发一些新品啊，或者发一些甜品啊，就是他们可以第一次，还有他们也可以就是在群里的嘛，就是有个好的现在就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好吃，有个说要买，然后但是呢就会接踵而来，就会别人就会我也想要，就从这心里挺多。还有比如说有人买甜品的，然后他也会想吃甜品的，然后昨天就是这样子，有一个要吃，然后还一堆人来买了，就是客户就是这样的客户群。你现在的客户是新顾客比较多还是老顾客比较多？然后你是如何留住你的老顾客呢？我觉得是老顾客一半，新顾客一半吧。因为像老顾客他吃完蛋糕之后，他就给他推荐他的朋友，对，然后就慢慢就可能有些人他不善于分享，那有些人他就比较 nice 或者比较热情的，他就真的很想把这么好吃的东西分享给他的朋友，所以一下子有时候一个人他可以推荐给10个8个人，对。那有些人可能他的本来就比较内向的，就觉得好吃的就我自己知道就差不多了，自己享受就够了，然后也没有去分享的也有，对。那舒萍，你未来有什么规划？你打算把这个店做到多大规模？会不会考虑加盟啊，什么连锁的情况呢？我有考虑，就是说做加盟的形式，但是我是想把就是一个店的看看怎样去更好的管理好，怎样可以复制怎样的一个系统，然后它可以一个系统化的去管理。对，比如说有加盟的话，它怎么去系统化去管理它？对，就是原材料把控，包括怎样去考核它。对，我有想过，就是这些，就怎样的是可持续的。是的。因为很多人也想要惠州啊那些东莞，他们有时候看到我做得好，就是也想要加盟的。对，但是我是觉得想再成熟一点。对，想要成熟一点，就更负责一点嘛。姐姐，你有考虑过做中央厨房的模式吗？有啊，但是这种的话就是你有很多家店，然后才适合是中央厨房。对，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说一个中央厨房配，然后给很多家门店去配，这样子就更好。对，就是可能你们的店在发挥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可能会采用这种模式。对，到时候如果比如说像如果我们想走抖音线上这种平台的话，我觉得就会发展就是更大的一个厨房，中央厨房来去做。对，像就不用找到特别中心的一个位置，对，但是它可以配送方便点的。对。想问一下姐姐，您是怎么管理2家店铺呢？然后还有下面的员工，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管理呢？我觉得最重要是培养就是一个得力的助手吧，就是如果他是比较信得过，然后他跟着你也比较久了，他就很多时候他就能够就在一个老的店铺里面，他一个人也能够应付过来。对，就他懂你，而且他也知道你是怎样的品质。对，而且他的服务啊，然后包括他的对我们产品的认知啊，都算是比较有认识的。
对，他就可以就在那个门店当中就很放心的就给他去管，对，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一个人的一个就像一个店长吧，对，就是你就是操心就不用那么多，就可能随时有时过去就可以了，对。请问一下姐姐，开店的过程中有什么经验或者心得，就是可以给一些小白避避雷的？其实开店的过程中，我发现就是东西不要买太多。对，就像我就犯了很大的错误，就是买配件就很多就囤着嘛，但是有时候配件它会过时，对，过时就会囤了一大笔，然后这些也是钱，就是看起来好像配件好像这个几块钱那个几块钱好像不太值钱，但是东西一多就价值几万块了，对，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尽量就是做一些款式比较简约，然后不需要太多配件的，但是不需要囤太多那种就是装饰的，我觉得是比较对，不要可以减少就是你的开支，对，就是在控制成本和现金流这一块，对，这些小工作室我们当时没有食品许可证的，当时食品许可证过来检查，他就说这里不行，他说要独立的标花间对，自从他那次后面我们开门面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特别要有独立的标花间，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次事过后呢，其实更加奠定的就是我要换一个门店，所以这时候工作室换到门店去了，就装修的门店，然后也因着装修的门店其实会比工作室生意会好一点，对，因为你各种东西都正规化了，包括你可以开发票，可以跟公司合作，对，就你的渠道会更大一点。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非常感谢姐姐给我们科普了很多开蛋糕店的知识，然后我也在蠢蠢欲动了。如果屏幕前面的你们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话，也可以私信我们。欢迎订阅我们频道，打开小铃铛，点赞关注，谢谢大家，拜拜。